和尚原和仙人关两次惊心动魄的大战，是南宋初年抗金战争中的重要战役。北宋末年，女真铁骑灭辽破宋，在屈虏徽钦二帝北上之际，其实仅仅夺据了河北和河东的部分州县。赵构有意苟安求存，随着李纲被贬斥，宗泽遗憾辞世，这个局面一时间变得难以收拾起来。金军步步紧逼，宋朝丧失了北方的大片领土。一直到建炎4年，宋金对峙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。本期视频呢，将以和尚原之战为主，以陕州之战、富平之战为辅，和你详细聊聊这一段历史。片中内容重点参考官修正史，如果喜欢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国势倾颓，领土沦丧，有人屈膝降敌，有人挺身保卫疆土，有人争名逐利，有人独守孤城，各种缘由、是非成败，且听我细细讲来这一场川陕争夺战。说关西出将，关东出相，这里的关西指的是函谷关以西，西使河西走廊，东抵太行山脉，北界蒙古高原，南线秦岭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秦陇地区。由于西北的少数民族比如匈奴、突厥、羌、回纥等等不断的南侵东进，秦陇地区历来是中原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对垒交锋的战场。长期的战争在造就这一地区人民尚武传统的同时，也造就了一大批名将，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白起、蒙恬、李广、马援、班超、李靖、郭子仪等等。到了南宋年间，更是有一多半的著名将领都来自这一地区。说南宋建炎元年，金军兵分3路大举南侵。这一年的冬12月西路军的一支偏师在完颜娄史的率领下一路向西进发。今天的陕西和甘肃东部这片区域在宋代设置有6个经略安抚司，分别是永兴军、敷延路、环庆路、秦凤路、泾原路、西河路。这6个经略安抚司所统辖的部队被统称为西军。西军曾是北宋王朝军队的主力。陕西6路本来兵强马壮，但是由于指挥系统混乱等等原因，仅仅1个月的时间，先后被完颜娄史攻破了延安府、凤翔府、长安、秦州等等地区，击溃了敷延路、永兴军、秦凤路3个经略安抚司的主力。这金兵在陕西如入无人之境，一直杀到西周地面，终于碰上个硬茬。在西河路有一员将领叫刘维甫，刘维甫领骑兵1800，伏击了金军前锋。女真的骁将有一个叫哈芬的，被刘维甫一槊洞穿胸口，坠马而死。金军由此被迫停止了西进。这个时候，陕西各地的民众纷纷响应号召，共举义军抗击金兵，形势就逐渐有好转起来。就在这些义军当中，涌现出来一个超级猛人，1个月左右的时间，连破敌寨50余座，又配合敷延路成功收复了同州、陕州。这个猛人的名字呢，叫做李彦先。李彦先其实是化名，他本来的名字呢叫做李孝忠。李孝忠字少言，宁州彭原人，就是今天甘肃庆阳的宁县。少有大志，喜论兵法，精于骑射。靖康年间，朝廷募兵勤王，李孝忠呢领着一些人应征入伍，补为承节郎。宋廷任命李纲宣抚两河救援太原的时候，李孝忠上书弹劾李纲，说李纲不懂军事，恐怕会误了国家大事。结果被宋廷下令追捕，李孝忠呢就这样被迫逃亡，从此呢改名叫做李彦先。辗转到了陕西以后，这个李彦先又参军抗金，不久后呢被任命为10号尉。这次完颜娄史攻入陕西以后，在收复沦陷州郡的过程中，李彦先为宋军出了很多力，尤其是同州和陕州被夺回，金军后路被断，导致他们不敢再耽搁，开始慌忙后撤。说退到了凤翔，打退了一伙追兵以后，这个完颜娄史他不再急于后撤，而是选择驻军凤翔，派出一支部队北上，打击泾原路经略安抚司的宋军主力。泾原路陕西6路之一，领魏、泾原、西安、会5个州，德顺、镇荣、怀德3个军，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宁夏南部以及与其相连的甘肃部分地区。泾原路经略安抚使是西贡，而真正执掌兵权的是西贡的部下统治官曲端。曲端字正甫，镇荣军人士，自幼机敏之书，长于兵略。得知金兵进犯泾原路，曲端立即派吴玠率部坚守清溪岭，利用地形阻击金军。
在当时的陕西啊，流传这样一句话，说有文有武是曲大，有谋有勇是吴大。曲大指的就是曲端，吴大指的就是吴介。吴介字近卿，德顺军陇甘人，今天的甘肃省静宁县。打小他就沉毅有志节，知兵善骑射，读书能通晓大义。10几岁就投了军，和西夏作战，屡有战功。比较出彩的一次呢，是以100余骑追击敌人，竟然斩首140骑而还。说这一次奉命阻击金军，吴介一路急行军赶到了清西岭，结果出战不利，担任前锋的300多人啊，还没开打就望风而逃，把吴介气得破口大骂，命令手下的将领杨从义领500人从侧翼迂回，他自己呢挺枪跃马冲锋在前，拼死一战，终于稳住阵脚。这个时候杨从义呢又从侧翼杀出来，经过一番恶战，金军乱了阵脚，仓皇而逃。在清西岭遭遇打击，北进受阻以后，完颜娄史只能选择放弃凤翔，沿着渭水东撤。完颜娄史是四面受敌，眼瞅着就要瓮中捉鳖。宋军啊，现在只要集中兵力，统一指挥，就可以将娄史赶出陕西。可惜的是，陕西6路各自为政，一盘散沙，所有人都在忙着趁乱发展自己的势力，最终坐失良机。完颜娄史东撤以后啊，南宋朝廷为了统一军政，任命王树节制陕西6路军马。可是王树资历太浅，难以服众。建炎2年7月，宗泽饮恨而死，杜充接任东京留守。金人在这年深秋时节再度大举南侵。陕西方面的金军为了配合主力进攻中原，又一次沿着渭水西进。到了建炎3年的3月，富延路被金军完全占领，永兴军路、宋金双方各自控制一半，其他陕西4路仍然掌握在宋军手中。曲端使用武力赶跑了王树，不择手段扩充实力，渐渐在陕西各路一家独大。这个时候，南宋朝中的张俊啊，向皇帝提出了一个构想：经营关陕，定都兴元府，就是今天的陕西汉中。如果能确保江淮和陕西，就可以形成夹击中原的态势，在战略上保持主动。张俊的构想和宋高宗完全一致，于是宋高宗任命张俊为川陕宣抚处置使，全权负责川陕以及京西、湖北、湖南地区的军政事务。转眼张俊啊到了兴元府，组建班子，并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。川陕宣抚处置使司前军统制王彦提出了一个想法，他说现在陕西各路军队各自为战，不适宜组织大型会战，还不如加强四川防务，稳固根基，走保守路线，即使万一不胜，也不至于大败。王彦字子才，我们在前面讲岳飞的时候提到过，此人用兵果断，善于治军，创立八字军，名闻和硕，和金军多次交战，有着极为丰富的作战经验。但是张俊心劲气锐，对王彦的意见十分反感。后来的事态发展完全印证了王彦的远见卓识。话分两头，咱们各表一边。金国人南下有着很明显的季节性，简单说呢，就是天一冷他们就来了，天一热了他们就北归，和候鸟是一样的。考虑到陕州啊地处咽喉要道，陕西方面的完颜娄史集结重兵10万，以降将佘可求为先锋，在这一年的12月浩浩荡荡直奔陕州而来。此时陕州的守将就是上一章节提到过的李彦先。自打收复了陕州以后，李彦先是四面出击，连战连捷，2年时间大小200余仗，给金军的后方造成了极大的威胁。威名远播之下，周围军民纷纷前来依附。远在扬州的赵构都听说了他的战绩，将其任命为陕州知州兼安抚使。完颜娄史，金朝的开国名将，在兵临陕州城下以后，将10万人马分成10队，从建炎4年的大年初一开始，轮番攻城，昼夜不停。从此陕州就陷入了疯狂且无休止的攻防战之中，每一天都有无数的箭矢射到城上，大大小小的石块被抛到城中，可能过不了一天，这些箭矢和石头啊又会被城里的人们收集起来，再射向城下，砸向敌人。面对强敌，李彦先每日登上城头，义气如常，镇定自若。作为防守的一方，缺乏粮草物资，没有后援，看不到胜利希望，军心必然涣散。李彦先呢，不断的为将士们鼓舞士气，派出死士顺城而下，纵火焚烧金人的工程器械。军粮耗尽，李彦先找来一些豆子煮好了，散发给部众充饥，他自己只喝一点豆汁儿。古代的城市攻防，守城的一方一旦断粮，
这个城池陷落可能就在旦夕之间了。得知张俊成了新任川陕地区话事人，李彦先赶紧派人向他求救。张俊先命人抄小道送去金币犒军，接着袭令兵力最为强盛的曲端，命他火速领兵救援。此时的曲端曲政府兵马壮盛，但是私心极重，这个人毁就毁在这上。曲端之才远非刘光世、张俊之流可比，然而刚愎自用，恃才傲物，最终的结局也是惨不忍睹。陕州告急，曲端对张俊的命令视若无睹，对李彦先见死不救冷眼旁观。张俊没了办法，只能亲自领兵救援，可是道路隔阻，难以东进。陕州城中这个时候早已是弹尽粮绝，战斗一直在进行着，将士们已经是接连10几天没有解甲休整。完颜娄史敬重李彦先的忠勇，派遣使者来到城下喊话，说李将军听真，我家大帅说了，只要您肯归降，就可以升任河南兵马元帅。李彦先在城头大声回话，说我宁为宋鬼，不愿声享你国富贵。说完命人用强弩将使者一发击毙。完颜娄史知道以后大怒，攻势紧跟着急如暴雨。李彦先呢也是豁了出去，命人用钩索勾取金兵，但凡勾上了的立刻杀死在城上。双方杀伤相当，士兵成批成批的死亡，场面惨不忍睹。正月14这天的凌晨时分，李彦先还是没能抵挡住攻势，陕州终于还是被金军攻陷了。城破之际，李彦先身上插着好几支羽箭，左臂被人砍了一刀，半断不断，可是仍然率众退下城头，展开巷战。城中军民一心，连妇女都爬上屋顶，拿瓦片砸向金人。完颜娄史心生惜才之意，给出重赏，要求部众务必要生擒李彦先。在城中军民的掩护下，李彦先乔装打扮，趁乱逃出了陕州。来到黄河岸边，他的身边从骑不到100人。将渡未渡之际，猛回头看到陕州城中火光冲天，这位英雄顿时泪流满面，泣不成声，强忍着满腔悲凉，说了一句，金人之所以屠城，都是因为我坚守不降，现在满城百姓为我而死，我还有什么脸面复生于世啊？说完扑通一声跳进水中投河而死，年仅36岁。陕州有一员皮将叫邵云，城陷被擒，破口大骂，宁死不降，最后被金人用铁钉钉在门板上，活活折磨了5天，凌迟而死。还有一个人叫吕元登，山西夏县人，早先当过和尚，知道陕州将被攻破，毅然领兵从外面杀入城中前来援助。见到李彦先，相持痛哭，说陕州被围日久，不知道您是否安好，今日得见，且死无恨。金军杀进城中的时候吕元登身受重伤，正在休养，听说了城破，爬起身来力战而死。悲壮的陕州保卫战只是开端，陕州击破，完颜娄史没有了后顾之忧，挥师西进，剑指关中平原。张俊的川陕宣抚处置使司有不少能人，刘子宇就是其中之一。作为智囊人物极受张俊的倚重。刘子宇一到陕西，就结识了吴玠、吴林两兄弟，并且将吴玠引荐给了张俊。通过交谈，张俊发现吴玠才勇过人，喜出望外，马上将其提拔为统制，把吴林也调到自己帐前担任亲兵队长。对于吴玠的老领导曲端，张俊自然也要倚重，专门筑坛拜将，升任其为威武大将军、都统制。张俊对曲端有恩，这个曲端在陕西做大以后朝廷怀疑他有意谋反，是张俊以全家上百口子做担保，最终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应该说在一定时间内，曲端因此对张俊十分感激，但是陕州失陷却让张俊对曲端感到寒心。吴玠和曲端原本就有矛盾，通过刘子宇改走张俊这条线，也充分说明了吴玠十分想要单飞的渴求。张俊、曲端、吴玠他们之间的矛盾大致就是这么个情况。而接下来的一场战役更是将川陕宣抚处置使司内部矛盾暴露无遗。完颜娄史向西挺进，派来了他的副手完颜萨利赫，向着滨州而来。张俊命令曲端率部迎敌，曲端派吴玠等人作为前阵，驻守在一个叫做彭元店的地方。曲端本人亲领主力作为后阵，屯驻在一路。彭元店这个地方对宋军明显更加有利。吴玠行动迅速，抢先占据了制高点，将不同兵种按梯次列阵，等萨利赫的金军出现以后，先是弓弩进行压制，重甲骑兵紧随其后冲锋破局，再然后用长枪手穿糖葫芦，最后是刀斧手上来切瓜剁菜。
萨利赫带了多少人不知道，只知道一场硬仗下来被吴介杀到死伤过半。这个萨利赫呀，远远看到金军惨败，悲愤交加，这个情绪一下就崩溃了。先是连呕带吐，紧接着一屁股坐到地上，放声大哭。从此以后，小萨同学多了一个绰号，叫做啼哭郎君。第二天这个娄氏给萨利赫增派了人马，命他再次向宋军进攻。就在吴介等人又一次和金军展开激战的时候，曲端突然传令退兵。吴介认为这个时候一旦撤退，势必会遭到金军的掩杀，因此他选择了抵抗命令，坚守彭元店。但是由于曲端的主力已经撤走，吴介在这之后呢，遭到金军的迂回包抄，部队伤亡很大，勉强溃围而走。突围以后，吴介破口大骂曲端，两人从此反目成仇。彭元店之后天气已经转热，金军伤亡惨重，无力再组织进攻，于是被迫停止西进，东撤而去。彭元店之战结束以后，陕西战场暂时平静下来，战局趋于稳定。南宋王朝当务之急应该尽快恢复秩序，训练士卒，以守为攻，伺机而动。然而川陕画师人张俊很快又出了幺蛾子。张俊这个人物，明清之际的大儒王夫之对他这样评价，说志大而量不宏，气盛而用不密。志大才疏基本上概括出了张俊的标签。彭元店战役之后，张俊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他想要在陕西组织一场大会战，以此牵制金军主力。这个想法很快遭到普遍反对。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曲端率先发言，他说平原旷野有利于敌军冲锋，我军很难与之争锋，当务之急应该训兵秣马，保住现有疆土，10年之后方可谈论会战之事。这个吴介呢紧跟着发言，基本上在曲端的基础上做了补充。他说高山峻岭有利于我军布阵设防，敌军虽然骁勇，有重甲骑兵，但是却不能在山地冲锋，依托山岭之险，纵然敌军重兵来犯，想要进一步攻城略地，也只能是痴心妄想。大部分的武将在这个时候选择保持了沉默。参议军事刘子宇赞同吴介据理力争，反对在近期组织会战。一把手张俊当场拍了桌子，厉声喝断刘子宇，说我难道不知道这些吗？如果不是东南局势频繁告急，怎么会想着在这里搞大型会战？这场会议随之不欢而散。在会后，张俊单独找到刘子宇谈话，小刘你不应该和我唱反调啊。小刘不敢再和领导硬着来，于是呢搬出了更大的老板。他说相公，您难道忘了临行前天子的话了吗？陕西军队5年之内不能组织大会战呀。但是张俊仍然固执己见，认为凡事不可拘泥。这个事儿呢就这样被张俊一个人拍脑门定了下来。曲端因为始终坚决反对，被张俊勒令交出了兵权。吴介呢尽管心里不赞成，表面上不再反对，违心的站在了张俊一边。张俊一意孤行，临阵换将，不能不说是犯了兵家大忌。建炎4年的7月，张俊亲自给完颜娄氏写了一封邀战书，约定好会战的时间地点。9月，张俊从秦亭出发，集结兵马20万，其中骑兵7万，兵分6路往耀州富平镇进发。从四川方向赶赴前线的后勤补给源源不断抵达富平，运输线绵延数千里，各种粮草物资堆积如山，光是民夫临时搭建的帐篷都密密麻麻，无边无际。张俊没有想到的是此时的金军因为在江南受阻，同样渴望通过一场会战吃掉陕西，进而入主蜀中，在沿江东下全面灭宋。于是金太宗完颜乌齐买以额里朵为帅，领兵入陕，会合完颜娄氏，并且征调乌竹一军从两淮赶赴陕西战场。转眼宋金双方陆续集结完毕。宋军主要人物分别是川陕宣抚处置使张俊、永兴帅乌介、环庆帅赵哲、西河帅刘熙、秦凤帅孙沃，接替曲端的泾元帅刘琦。按照张俊的部署，各路军马的营寨驻扎在了今天富平县城以东的一片平原之上，只要向北或者向西往后退几十里，就可以依山而阵。吴介在看过地形以后大惊失色，反对在富平布阵。他说我军以步兵为主，优势在于山地作战，现在驻扎在平原之上，地势开阔，这一片区域对金军重骑兵冲击十分有利，一旦开战非常吃亏，我们眼下应该赶快移往高处。多数宋将不同意吴介的意见，认为宋军营寨前
有一片长着芦苇的沼泽，足可以限制敌军骑兵的冲击。吴玠的建议由此被否决。先是张俊犯下错误，后有多数宋将犯了错误，这一连串的错误注定了宋军失败的结局和命运。众人想不到的是啊，那一片被认为是屏障的沼泽很快被金军轻而易举的攻破。9月24，金军又以完颜娄石所部3000名精锐骑兵率先主动发起进攻，这些人一边冲锋，一边投下柴草和土袋，很快将宋军阵前那片沼泽填成了平地。此时统领金军左翼的完颜乌竹亲率精锐旋风一般杀出来，他们绕过了宋军的营帐，转而向运送物资的民夫们居住的乡民小寨发起攻击。宋军并没有指望这些乡民小寨能够抵御金军，但是惊慌失措的民夫不断逃向宋军营垒，金军顺势尾随逃跑的民夫，成功穿过宋军攻弩的射击区，直扑宋军营前。双方很快短兵相接。刘琦统帅的泾原军啊，原本是由曲端一手打造的，战斗力极强，堪称西军第一。再加上刘琦本人身先士卒，宋军很快稳住阵脚，勇猛杀敌。渐渐的，乌竹这边开始抵挡不住，节节后退。完颜乌竹本人也身陷重围。此时的刘琦精神大振，传令全力冲锋杀敌。宋军的弓弩手也发挥了作用，箭如雨下。金国悍将韩长也被刘健射中了一只眼睛，跌落马下。那韩长啊，勇猛了得，大喝一声，拔出眼中的箭矢，抓起一把土糊住血淋淋的伤口，随后翻身上马，继续玩命拼杀。这个韩长好似杀神附体，终于杀出了一条血路，护着完颜乌竹逃出了重围。金军的左翼此时已经被杀得七零八落，乌竹稍微喘了一口气，换了马刀，重新组织金军投入战斗。说这完颜乌竹啊，胆勇过人，可是此时整个左翼已经被宋军摧残的不成样子。就在这么一个关键时刻，金军右翼的重甲骑兵纷纷催动坐骑，完颜娄氏开始指挥部众全面接战刘琦的泾原军。这一战打得异常惨烈，双方全部竭尽全力，成批的士卒亡命疆场。宋金两军激战到了午后，金军投入了战场预备队，向赵哲的桓庆军发起攻击。这赵哲呢是张俊的嫡系，原本是个文官，带兵打仗两眼一摸黑，见到金军又来了一波生力军，赵哲一时慌了手脚，扔下部队临阵脱逃。桓庆军啊紧跟着一溃千里。这场大战从一开始，宋军的指挥中枢就弹了弦子，深陷瘫痪状态。桓庆军被冲垮，迅速影响整个战局，其他各军也纷纷溃败，一直逃到滨州才停止了溃逃。金军艰难地赢得了富平之战，但自身伤亡也很惨重，无力追击宋军，于是打扫战场，清点战利品，屯驻富平，休整三军。富平之战遭遇惨败，张俊举止无措，不知道如何收拾残局，由此导致陕西战局进一步恶化。如果部署得当啊，其实仍然可以阻挡金军的进攻。可惜张俊处置的简单粗暴，斩了临阵脱逃的桓庆帅赵哲，随后让各路军马返还本阵。桓庆路军心浮动，随之引发了兵变，众将官集体叛逃西夏。曲端的心腹将领张忠彦、张忠福等4人啊，早就因为曲端被贬心存不满，在女真大兵压城之际，选择了叛国降金。原本彪悍善战的泾原军从此土崩瓦解。泾元帅刘琦带领残部退守到了德顺军，吴玠在陇州被金将马武击败，向南撤到大散关和和尚原，堵住了金军进攻四川的必经之路。整个陕西此时已经失去抵抗力量，金军势如破竹，攻城略地。到绍兴元年的正月，除个别地区以外，陕西全境几乎完全被金军占领。丢掉了陕西，张俊逃到了兴州，并且派出刘子宇北上秦州，想方设法收敛各路溃散的队伍。最终这些部队呢，克服困难，陆续撤到四川延边地区。经过清点人数，人们惊喜地发现，退到四川的部队竟然还有10几万人。张俊开始深入部队，到处做检讨，稳定人心，同时选拔人才，这才终于逐渐稳定住了局面。在川陕边界随即重新布置防区，秦凤帅孙沃率领本部人马驻守凤州，西河军统领关师古守巩州，吴玠和孙浩领兵屯驻在了和尚原。说东西走向的秦岭山脉啊，把关中和巴蜀隔离开来，秦岭和西边的陇山之间形成了一条隘道，古人利用这条隧道开通了连接巴蜀和关中的陈仓道。陈仓道地势相对平缓，
古往今来利用率都很高。大散关是陈仓道的第一关，和大散关形成了一个有机防御整体的，就是和盛园。和盛园紧紧挨着大散关，四周陡峭，顶上宽平，并且自带水源。这个和盛园啊，比大散关还要易守难攻。要想攻破大散关，就必须要先拿下和盛园，否则就会面临腹背受敌的境地。最先发现和盛园军事价值的正是吴界。绍兴元年的3月啊，此时完颜娄史已经病故，陕西金帅萨利赫经过精心策划，兵分2路向宋军发起新的攻势。一路走阴平道南进，企图重演3国年间邓艾取蜀的历史，结果赶上白龙江涨水，望江兴叹打道回府。另一路由完颜莫利率领向东进攻凤翔，随后直扑和盛园。此时张俊啊，已经率领处置司撤到了阆州。吴界尽管已经在和盛园修建防御工事，囤积粮草物资，做好了长期准备，可实际上孤军在外，形势并不乐观。完颜莫利到了和盛园，没有贸然扣关或攻山，而是选择在和盛园山脚列下阵势，然后派出一员骁将持槊策马，仰头向山顶大声骂阵。祖宗18代挨个问候了一遍，要吴界出来和他单独决斗。单挑这种事儿在宋代并不多见，吴界呢不敢大意，命令麾下2员将官同时出战。没想到这金将身手不凡，只几个回合就将2人挑落马下。这金将是旗开得胜，变得更加嚣张，大叫着说：“如此猪狗，怎是我的对手？”继续点名让吴界出来单挑。吴界沉默不语。这时军中啊有一个叫曹武的小军官请求出阵迎敌。吴界担心的不是对手，一开始并没有同意。那你看前面那俩人都敌他不过，我看你还是别去了，以免性命不保。曹武说：“没事儿，把您骑的战马借给我，我保证可以取了他的狗命。”吴界问其中的缘由，这个曹武就说：“这个敌将啊确实骁勇，但我看他的马呀，每次转身都有点毛病，好像总是慢慢拍，收步迟缓，这就很容易擒拿了。”吴界一听啊，认为他说的有道理，当下呢就把自己的坐骑给了曹武，让他出阵。曹武啊身材瘦小，其貌不扬，可是偏偏有把子力气，得手的兵刃是一对铁锤。策马来到阵前，金将跃马应战，曹武并不与他交手，打马就走。那金将叫嚣着说：“小娃娃休走！”拍马就追了上来，眼瞅着对方的这个马头接近了自己马尾，曹武猛然间勒住马，转身就是一铁锤打了过去。那个金将仓促之间，看曹武突然杀了个回马锤，赶紧也跟着收住缰绳，调转马头。他这胯下这匹马呀，在转身的那一瞬间，果然好像愣了一下，慢了半拍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曹武抓住这一刹那的机会，这第2锤呼的一下正好砸中金将的脑袋。只听啪的一声脆响，来了一个万点桃花开。这场单挑啊就这样结束了。吴界义军是欢呼雷动，完颜莫利果然没立住，引领部众怅然而退。2个月之后，金军兵分2路卷土重来，一路由北向南从正面攻击和盛园，另一路呢绕道由南向北从侧后攻击和盛园。绕道这一路和吴界缠斗3日，4次交锋，宋军是专挑山高沟深的地方伏击。金军本来是清一色的骑兵，后来举步维艰，只能下马步战，但是在山地步战远非宋军对手。吴界4战4捷，这一路就这样被成功击退。另一路准备正面攻击的压根儿就没走到和盛园，就被打了回去。总而言之呢，吴界在和盛园牛刀小试，从容应对，接连痛击金军，镇斩了金军主将乌鲁，一扫富平之战的阴霾。张俊在经历了富平惨败之后，想起被贬的泾原军主将曲端，心存内疚之下，有意打算重新启用曲端。吴界听到消息，唯恐曲端东山再起，急忙赶赴阆州，面见张俊进行劝阻。他说：“曲端再起，必然对张公不利。”张俊心里打鼓，犹豫不决。陕西6路的上一任画事人王树，这个时候也怂恿张俊严惩曲端，并且他指出曲端啊曾经写过一首诗，其中一句是“不向关中图事业，却来江上泛扁舟”，这分明是指责当今圣上纯属大逆不道。除此以外，曲端过去的心腹纷纷叛国降金，这几人一直声称要用兵蜀中迎回曲端，这可就是谋反了。一时之间，曲端一案变得越来越复杂。一方面，蜀中人士拼命为曲端喊冤，朝中也有许多官员为曲端鸣不平。
另一方面呢，吴介、王树等手握军权的大佬又逼着张俊必须严办曲端。饶是政治斗争经验十分丰富的张俊也犯了难，权衡再三，张俊决定顺从吴介和王树，以谋反罪将曲端下狱。随后特意安排了和曲端有仇的武将康绥专门审理曲端一案。这个康绥过去因为当面顶撞被曲端鞭打到皮开肉绽，因此康绥对曲端是恨之入骨。这一次呢，一到任，康绥就命人把曲端捆绑起来，找块破布堵住嘴巴，然后放在火上烧烤。烤到一定程度，曲端口渴难耐，要求喝水，狱卒给端过来那么满满一大碗，咕嘟咕嘟灌下去，才知道端过来的其实是烈酒。这个曲端呢，在即将外焦里嫩之际，喝下烈酒，七窍流血而死。这位长于兵略、治军严明的优秀将领，因为刚愎自用、恃才傲物，遗憾地死在了自己人的手中，终年41岁。不管怎么样啊，在一个非常之时错杀大将，张俊罪责极大，吴介也同样如此。时间一转眼，来到了绍兴元年的9月，和尚元的2次失败让金廷感到震惊。完颜兀竹在金太宗的安排下，率领数万金军精锐再次进入陕西，誓要将和尚元夷为平地。双方剑拔弩张，大战即将爆发。完颜兀竹这个人啊，属于在战场上成长起来的统帅，早年比较有勇无谋，打起仗来他喜欢摘掉头盔，露出秃发长辫，冲锋陷阵，异常凶悍。经过常年的磨练，已经完全可以独当一面。为了这一次作战啊，兀竹先是放回老弱和一些辎重兵，并且扬言要全体撤出关中，回师北国。到了10月初9这一天呢，金军突然迅速建起浮桥，从宝鸡渡过渭水，占领了沂门镇，成功进入陈仓道。当天金军的前锋部队就推进到距离宝鸡36里的一处要隘神岔。神岔的宋军守将杨从义按照吴介指示，弃而不守，为了引诱金军，领兵退到了和尚原。金军占领神岔以后，开始安营扎寨，从宝鸡到神岔沿途建起连珠营寨30里，声势咄咄逼人。转一天10月初10中午，金军到达和尚原下，以优势兵力向和尚原、大散关同时发起猛攻。此时的吴介啊，早已做足充分准备，指挥吴林、雷仲让这二人利用有利地形，借助防御工事，以高打低，发挥宋军攻弩优势，远距离大量杀伤金军。一时间是强攻劲弩，轮番射击，接连打退金军3次大规模进攻。到了10月11的夜里啊，轮番上阵激战的金军收兵回营。就在他们想要稍作休整，埋锅造饭的时候，吴介又派人送来意外惊喜，一批优秀的射手埋伏在各个山坳，借助强攻，专门朝着火光射击，吓得金军这一晚上只能饿着肚子，不敢点火，一点火就会招来冷箭。到了当天的夜半时分，吴介又派出一支骑兵向附近2里驿的兀竹大营发动攻击，直杀的金军鬼哭狼嚎。凌晨时分，这支骑兵啊返回和尚原，将士们杀得兴起，不愿意休息，汇合了替换他们的部队，又袭击了大散关附近的金军营寨。白天想打够不着，夜里又被偷袭，连生火做饭都成了问题。战线拉得老长，前后没法呼应，伤亡惨重，心力交瘁之下，10月12的凌晨，金军被迫停止攻击，向着宝鸡方向北撤。来的时候好来，走的时候可就不好走了。吴介等的就是这么一个战机。一声令下，宋军由守势转为攻势，全面追击金军。从大散关和尚原一线一直到神岔，宋军一路将金军杀得大败，接近20里的距离，留下了数不清楚的尸体，连完颜兀竹本人也中了箭，挂了彩，负伤而逃。好不容易到了神岔，完颜兀竹啊可算能喘口气了，准备利用神岔的地形回击吴介。想不到杨从义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重新夺回神岔，列好了阵势等着他了。后有追兵，前有堵截，双方是好一通厮杀，你来我往30多个回合，从白天一直打到黑夜。完颜兀竹身中2箭，被迫剃了胡须，最后被宝鸡方向赶来的援兵救了出来，手下的兵将损失过半。这场和尚原之战啊，是宋金战争史上金军所遭遇的第一次惨败。宋军以少胜多，重创金军主力，20多名金军的将领被生擒，这其中呢还包括年罕的侄子不落伯锦。数以千计的金军甲士当了俘虏，数以万计的金兵遗失战场。时年39岁的吴介啊，凭借和尚原大捷得到赵构的亲笔嘉奖，特授镇西军节度使，成为南宋历史上第一个
因公见捷的大将。好了，读历史知山河，感谢您收看收听，这里是烽火赵东南慢聊两宋烟云的第17集，片中内容重点参考官修正史，如果喜欢别忘了帮我点赞转发。吴界首属的故事仍在继续，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。